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課上完了，唐玉成飛快地把筆記本和筆收到包裡，起身準備去找白奇遠。但坐在第一排的助教周牧陽還是比他更快一步，已經走上了講台。唐玉成站在台階上頓住。唐玉成，你走不走？我等會兒再走。那行，我先走了，我得去體大找我們家寶貝。好。对了，謝謝你上次的提醒，他還真生气了，那條八卦新聞他還真上心了。唐玉成的心思全集中在不遠處的白教授身上，根本沒听旁邊這位在說什麼。什麼提醒？算了，反正我谢过了啊，我趕時間，拜拜了您嘞。拜拜。陈野和其他同學陸續離開了教室，最後只剩下唐玉成一個人站在不遠處，等着講台上的兩個人結束對話。他看到周牧陽正低着頭，神色局促。對不起，教授，這個 PPT 我檢查了3遍，但還是沒看到這個錯別字。沒事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白奇遠的聲音平靜而和緩。只不過，像咱們搞學術的，做事一定要嚴謹，明白嗎？知道了。周牧陽抿了抿唇，胸口起伏了一下。對了，教授，今年我研究生畢業後想繼續讀您的博士。哦，那讀了博士之後，你有什麼打算？我想留校當老師。如果你喜歡當老師，有這個想法很好。不過，現在博士畢業後想進入高校任教，競爭非常激烈，能不能留下來，主要還是看你的學術表現和當時的機會。周牧陽若有所思地低下了頭。我跟你說這個，只是給你提個醒，你也沒必要想太多。目前先專注做好眼下事。白奇遠說完，一抬眼看到了站在不遠處的唐玉成。唐玉成見他看過來，立刻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他2排潔白的牙齒，還大大方方地揮了揮手。白奇遠不動聲色地挪開視線，就像沒看見一樣，繼續對面前的周牧陽說道：你還有其他問題嗎？沒有了。那教授，我先走了。周牧陽的語氣裡盛滿了依依不捨，但也只能挪動着步子往門口走去。看見白奇遠一個人站在講桌前了，唐玉成3步並作2步跨下了台階。你怎麼還不走？白奇遠的語氣突然變得熟稔而不客氣。教授，我有問題。唐玉成雙臂一上一下疊放在講台的邊緣，身子往前微微傾着，仰頭看着他，臉上的笑容很甜，但他這種甜笑莫名有點讓人想揍他。有問題。唐玉成點了點頭。什麼問題？此時已經走到教室門口的周牧陽下意識地回了下頭。他看見唐玉成在白奇遠面前嬉皮笑臉，全然沒個正形，而白奇遠對他也沒有半點教授的架子。是啊，兩人本就是叔侄關係。儘管白奇遠臉上依舊沒有笑容，一如既往保持着平時那副清冷的模樣，但仍能看出兩人之間的親昵。想到白奇遠對自己永遠是相敬如賓的客套與疏離，一股難以言喻的酸澀與難受瞬間湧上了他的心頭。他也曾努力過，試探過，都被白奇遠用極其婉轉且滴水不漏的方式擋了回來。這是一種盡量不讓對方難堪的拒絕。可即便是自知無望的單方面的感情付出，也不是說收就能立刻收得回來的。周牧陽轉過了頭，落寞地走了出去。問你呢？沒問題，我走了。你走我也走。我回辦公室，你別跟過來。唐玉成不回答，就只是笑着。白奇遠拿起自己的包，走出了幾步，又回頭指着唐玉成。我說了，你別跟過來。這件事你可做不了主。白奇遠推開辦公室的門，疲憊的一屁股坐在辦公椅上轉了小半圈。他抬起一隻手揉着太陽穴，眼睛都沒睜。你到底想幹嘛？我沒想幹嘛，就想跟你待一會兒。別鬧了，這裡是學校，是個嚴肅的地方。白奇遠，你想多了吧？跟你待在一起就意味着要幹點什麼嗎？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我給你看個東西。唐玉成把幾張已揉得皺皺巴巴的小紙條攤在白奇遠的面前。白奇遠拿起其中一張看了一眼。你給我看這個幹什麼？這是在校園裡被人搭訕硬塞給我的小紙條，你說我扔不扔呢？白奇遠嘆了一口氣。這種問題你問你梁哥去，我還有工作要做。好吧，我看也是。那我還是去問他去吧，還是梁哥平易近人。唐玉成關門的那一刻丟下一句：我演的劇9月25號晚上8點開播， S 市綜合頻道，別忘了看哦。門關上了，屋裡終於回歸安靜。哼，這臭小子上課第一天就給我搞怪。25號白奇遠反覆嘟囔着這個日期，直到拿起手機
在25號那天寫下備忘錄，唐玉成電視劇開播，還設了一個聲音提醒。之後的某天，梁浩天翹着二郎腿坐在白啟遠的辦公桌前。今天給新生上課，看見唐玉成了。這有什麼新鮮的？呵呵，想聽新鮮的？有啊，今天他身邊坐了個女孩，短頭髮，看他們倆的對話方式，那個女孩應該是主動的那一方。這你都看出來了？這太容易了，兩個人時不時就說點什麼，但基本上每次都是那個女孩先開口。白啟遠面無表情。你這當老師的可以啊，不好好上課，光注意學生在幹什麼了，而且他們這樣違反課堂紀律，你也不管管。他們聲音很小，並不是那麼明目張膽。再說了，這多好玩啊，我幹嘛要阻止他們？白啟遠無奈地搖了搖頭。之後在他上課的時候，他也注意到唐玉成身邊確實坐着一個女孩子，但不是短頭髮，而是留着披肩髮，眉目之間顯得很是精緻。他跟唐玉成說話的時候，唐玉成表現得始終溫和而有耐心，偶爾還會笑一笑，但這個笑卻意外地讓白啟遠格外印象深刻，他隱隱覺得不舒服。不過他並沒有把這種不適流露分毫，依舊從容地講着課，薄唇開合間說着該說的話，吐出的經濟學詞彙嚴謹而富有深度。此時對他而言，教課本身沒什麼難度，畢竟這門課這些年他教了不知道多少遍，早已練就了肌肉記憶。真正讓他費神的是克制自己，不去留意坐在下面的那個人。下課的時候，唐玉成徑直和那個女孩還有陳野走出了教室。自這之後，唐玉成身邊坐着的女孩就開始不停地換，大概換了10來個吧。9月25號的這天晚上，白啟遠把今天去超市買的零食攤在桌子上，7點便早早坐在了沙發上，準備觀看8點唐玉成劇的首播。芝麻醬睡眼朦朧地趴在白啟遠的旁邊陪着他。電視機已經鎖定在 S 市綜合頻道，此時正播放着枯燥的電視購物節目，屏幕裡的主持人正熱情洋溢地推銷着一款空氣炸鍋，表情誇張，聲音高亢。若是放在平時，他絕不會在這類節目上浪費1分1秒。就在這時，家裡的門鈴響了，他起身往玄關走，但當門外傳來鑰匙在鑰匙孔裡踢里哐啷的聲音時，他腳步一頓，緊接着門被推開，唐玉成走了進來，手裡還提着一個袋子和一打啤酒。你怎麼來了？我想跟你一起看劇。哦，白啟遠卻有點猶豫，要不要讓他留下來跟自己一起看呢？但唐玉成根本沒給他想明白的時間。我買了啤酒和辣味鴨脖、鴨翅什麼的，咱們邊看邊吃。白啟遠皮笑肉不笑，想得還挺周到。唐玉成換好鞋，來到客廳，看見了電視機前茶几上擺着的飲料和零食，目光又轉回來，朝白啟遠甜甜一笑。原來白教授已經想得相當周到了。我看劇都得吃點喝點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所以我才買了這些啊。兩人在電視機前坐定的時候，離劇正式開播還有幾分鐘。你最近身邊的女孩換得挺勤的。就是普通朋友，不過怎麼從你嘴裡說出來，感覺我跟個渣男似的。不是你跟我說要多交交朋友嗎？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在上課的時候專心一點，感情也專一一點好。好，知道了。以後只要是在上課，誰跟我說話我都不理，我就只看着你。不是這個意思。那你什麼意思？上課的時候我不看着授課老師，是不是也是不專心的表現啊？白教授，油嘴滑舌。白啟遠有些氣悶地拿起一個鴨翅啃了一口，眉頭微挑。哎，這味道不錯，還挺辣的。你從哪兒買的？我家樓下。哦，我家裡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什麼時候你來我家坐坐？以後有機会吧。我上次忘了問你，你住哪？也在学院路。那倒是不遠。学院路這邊房價租金都不低，這小子手裡有錢，開始嘚瑟了。是不遠，你想吃麵了，或者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隨時給我打電話。謝謝。不過之前你還沒來 S 市的時候，我的日子不是照樣過？唐玉成的語氣突然嚴肅了起來。你以前是怎麼過的，我不知道，但現在我在這兒，我就在這兒。既然我在這兒，那就請你不要再說這樣的話了。我希望你幸福，比以前要幸福。白啟遠轉過頭看着身邊的這個人唐玉成，他皺着眉頭，眼神有些哀怨，看着這張滿是情緒的臉，白啟遠不由微微動容。原因嘛，不複雜，只是很酸澀。以前沒人跟他說過這些話，也沒人像唐玉成這樣心疼過他。
白启遠的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交織在一起，全都融在一個語氣詞裡，聲音輕輕的。哦，你一個哦就把我敷衍了。唐玉成故作生氣，白啟遠笑了笑，別動，你嘴角。唐玉成說着，從茶几上的抽紙盒裡抽出一張面巾紙，在白啟遠被辣得通紅和有些微腫的唇上蹭了蹭。你嘴角沾了辣椒。隨着蹭着白啟遠嘴唇的手慢慢停下來，兩個人互相看着，白啟遠先別過去了臉。快看吧，電視劇開始了。確實，隨着電視劇劇名《風起黎明》的出現，片頭曲悠然響起，畫面中閃過了唐玉成的身影。啊，原來這是個民國時期的故事，原來你是這個造型，這身中山裝還挺適合你的。你的意思是說我很帥？是的，確實很帥。那你喜歡不？咱們還是安靜看劇吧。劇正式開始了，唐玉成在開頭的時候露了一下臉，之後便沒再出現。開頭他的那場戲是這樣的，他在劇裡飾演一個大戶人家的少爺，因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響，把自小留的辮子剪了，回到家被爹爹看到，爹爹一气之下拿出家法狠狠地打了他，他的大哥趕忙出面護着他，而這位大哥便是這部戲的主角。雖然他的戲份真的是不多，但演得還真像模像樣的，把那個紈絝子弟的形象表現得有那麼點意思。我喜歡看歷史劇，你們這部戲看着還行。這部劇一共多少集啊？一共50集。哦，那現在拍到第幾集了？拍了一半了，再有幾個月就殺青了。白啟遠點了點頭。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，白教授？沒有了。白啟遠被唐玉成盯得有些渾身不自在。看劇。一集近1個小時，一連播了2集。該安靜的時候，兩個人都專注看劇，遇到特別精彩的情節，兩人也會聊上2句，討論一下。偶爾，唐玉成還會給白啟遠講起一些劇組幕後的趣事。2個小時的劇情，但感覺上過得要比實際時長要短得多。白啟遠抬眼看了一下廚房牆上的表。行啦，劇也看了，酒也喝了，快回去吧，明天你還得上課呢。幹嘛趕我走啊？我想再待會兒，這幾天都沒看見你。不行，明天還要上課呢。哦，好吧。唐玉成失望之情溢於言表，可白啟遠看着他這副不情不願鬧彆扭的樣子，心底竟然莫名有點想笑，但他還是忍住了。唐玉成臨走前把自家鑰匙留在了白啟遠家，說這是留在他這兒的備用鑰匙，方便以後互相照應。